Kenjin Gampa 是所有到狼堂践行的人最终会抵达的村落。这里有2座制高点，海拔接近5000公尺。原先打算登顶 Kenjin Ri， 但我却选择放弃。第4天一早，天气不太好，身体影响心情，一直到8点多才出发。首先需要花2个小时多到 Kenjin Ri Lower Peak， 才走不到1小时，身体逐渐感受到高海拔的压力，我变得非常疲惫。而在半山腰就能俯瞰整个村落，感觉好像没什么非得爬到山顶的理由了。为了保留体力，好应付接下来去圣湖的路，我在抵达 Lower Peak 之后就决定折返下山。我本来想要去这个 Kenjin Ri， 我看前面有人走到一半他就已经回来了，好吧，反正今天天气也没有太好，要适时的以自己的身体状况为主。结果没多久，风一吹，天空竟然慢慢放晴，云雾散去，整个 Kenjin Gampa 的山屋配上雪山和冰川的景色，一瞬间美得让人屏息。那一刻说不后悔是假的，心里不免想，如果刚才再坚持一下，是不是就能登顶，看到更多？希望之后有机会来的人就帮我登顶上去看看咯。有人爬到那边堆石头准备离开时，经过一间牦牛起司工厂，我跟着其他登山客走进去。只是想要尝鲜，并要求老板切一小块就好。尝起来味道浓厚，有独特的香气，喜欢起司的人千万别错过。下山的时候，天气放晴，蓝天衬着雪白山脉，心情也跟着开阔起来。又回到了 Township， 这次换了一间山屋住。第5天开始转往圣湖的路线。哇塞，今天天气超好的。中午时在 Nama Hotel 休息吃饭，我心血来潮问山屋的女主人，能不能拍摄她做 Momo 的样子。她很亲切，马上答应，还一边介绍每个步骤。当地人煮饭的地方，哇，用木材烧哎。也邀我一起下场手包，其实就跟我们的水饺差不多。他的手很巧，变化出不同的包法给我看。能在尼泊尔山里体验一场道地的 Momo 教学，真的是超棒的插曲。最后一颗 Momo Yes, good. In Taiwan we say the 水饺。Yes, 水饺。看不出来哪一个是我，直接吃了。从上面算下来第2座桥。桥。吃过午餐后，开始连续陡下。经过了 Bamboo， 再到 Pyro， 看到那块醒目的黄色石块指示牌，要开始爬坡了。
从这里一路陡上到 Thuro Sayabu， 大约18公里，也是这趟健行里其中一段最长的徒步路。我边走边碎念，自己和自己讲话。哇，完全没人的一条路哎！哇，希望真的可以在6点左右抵达。一路上只遇到2-3个当地人，这段路真的很安静，感觉整座山都是我的。要走那，我靠，这桥超长的哎！途中还走过一座超长的吊桥，晃来晃去，有点怕，但也有点刺激。这么大胆的人，我都会怕了。总体来说，虽然走得很累，但心很静，很踏实。到了，终于，然后走一段缓坡之后，又要开始爬升了。虽然只有1.7公里，1.7公里也要花50分钟，但是就是有时候看起来远远的地方，你这样子爬一下，也会比想象中快到。God， 累死了。远方的山头被夕阳染成淡淡的粉红色。进到 Thuro Sayabu， 整个村子就像盖在梯田上，一层层的。山屋也开始出现了。原本我打算走到最高那间山屋住，结果走到一半，旁边山屋的女主人拦下我，她说上面的山屋价格很贵，而她愿意提供免费房间，而我只需要付餐费。You're happy here? Yeah, I'm happy. I can see the mountain view. Take your room and come for shower. Okay. And if you need to charge any battery, you can do next to the door. Okay. Plug, Oh, okay? okay. Sure. Be careful, step, okay? Okay, thank you. See you. 今晚整间山屋只有我一个客人，女主人、她的先生，还有一个超可爱的小女儿一起经营这个地方。在尼泊尔健行时住的山屋，其实就是当地人的家。我在他们家的饭厅吃了一盘炒饭，有蔬菜有菇类，超香超好吃。也在健行后第一次洗澡，然后也终于好好睡了一觉。下一集也是狼塘圣湖健行的最终章，我终于要前往传说中的狗萨昆达。这段路依旧陡峭的让人怀疑人生啊！而那座被称为圣湖的地方，它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